What do you think? That was beautiful. Welcome to Washington and goodbye Washington. Hello， 朋友们，我是蓝放，我正在间隔年环美国自驾露营。刚刚我离开了浪漫的美国太平洋海岸和西雅图，开始穿越美国北部，直到东海岸大西洋。接下来我将会沿着蒙大拿州进入黄石国家公园，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公园。Welcome to Montana。我现在在美国蒙大拿州的密苏拉，对。好美啊，好美啊！这里到底是什么秋天的童话？太震惊了我！之后沿着80号公路欣赏平原风光，一路打卡 Wyoming、Nebraska、Iowa、Illinois， 最后到达 Chicago 芝加哥。在这出发之时，我还未料到纯享之旅会送给我间隔年旅行的第一个彩蛋——路遇美国警察拦车举枪上手铐。美国漫游的旅行每天是怎样的呢？想知道美国真的可以穷游吗？欢迎加入，一起来看吧。黄石国家公园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公园，1872年成立，包括地热景观、黄石瀑布、美洲野牛等等。进入公园你会得到同样的一份导览，给你提供最简单2到3天的参观方案，而我的计划行程也刚好契合。黄石瀑布所在的 Canyon Village 和地热等等有一定的距离，在这里其实有多个观景点可以让你看到黄石瀑布。很幸运自己拍到了一张黄石瀑布和彩虹之箭。我第一天到达的时间比较晚，参观黄石瀑布之后就去到了公园的一个露营点准备过夜。很开心在结束之时还能看到非常美的维纳斯带。维纳斯带是太阳光散射产生，仅仅在日出或日落的前后持续一段时间，可以说这是一种更轻盈的火烧云吧。这就是黄石公园的地热景观，由北美最大的黄石火山提供能量，有大有小，分布在公园很大的一片区域。我们现在到了Morning Glory Pool。哇，原来黄石的名片真的名不虚传。对，然后非常特别颜色的湖，有地热的，然后泉水形成的，还在一直冒着烟，应该是可以瞄准鸡蛋的温度。大林径是黄石公园最有标志性的静态景色。要到达这个观景点需要徒步半小时哦。现在来看黄石公园的 Old Face 老钟石地热泉，可以看到真的很多人在等，90分钟会喷一次，是这么多人在等，说明已经快到了，期待一下。相比大林径，Old Face 老钟石泉则是黄石公园更加生动的景点，以固定时长间隔保持规律的喷发，因此也得到了 Old Face 老钟石老实人的好名声。很幸运，此刻刚好它也喷出了一道彩虹给当场所有的人看，引起尖叫。朋友们，我现在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黄石湖边上。头枕银河一直是我在旅行中非常热爱的体验，而在黄石湖边露营过夜的当晚，我也很幸运又有了这样的机会，看到了非常美丽的黄石湖与银河的交汇。黄石国家公园的黄石湖上日出啦，好漂亮！
又是用日出和好风景去开启了旅途的新一天。今天的时间是2023年10月10日，当然是美国时间。对，已经花了2-3天参观完了黄石国家公园，现在要继续往美东去开，然后会陆续去到费城，然后波士顿，最后10月底会到纽约。对，70天的自驾已经进行了20天了。对，艰难说还是很艰难的，尤其黄石很冷。对，但是 go on， 我们可以的，我可以的，谢谢。在清晨决定要离开黄石国家公园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了加拿大马鹿。它与美洲野牛同样是作为黄石国家公园的2个动物名片。黄石国家公园内的动物大多数在白昼的时间是不会出没活动的，往往如果你想要看到它们，只能去清晨或日落的时候守候在一些它们可能会出现的景点周围。不过这头美洲野牛依然不想让我看清它的全貌。有美国人问过我，为什么我的间隔年旅行要来环美自驾？我的回答还蛮简单的，因为我没有来过。当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孩子，而又独自出国环球旅行，我明白未知的旅程一定会给我带来新的成长，无论我与所处的环境之间是否会有价值观的冲突，但那都是机会。而如果我没有上路的话，什么都不会发生。继续我的旅程，离开黄石国家公园，我将要从怀俄明州穿越 Nebraska 还有 Iowa， 最后到达 Illinois 的 Chicago 芝加哥。几天时间将会沿着美国的80号州际公路前往西海岸。公路旅行的魅力永远是最棒的，疾驰而过的车辆，一望无尽的平原，在每一个晴天，你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个世界在给你阳光和力量。我现在在美国怀俄明州，然后的那个公路上，我惊奇地发现，这不就是中国的大西北吗？甘肃的样子，青海的样子，对，这不就纯的大西北的公路的样子吗？正前方甚至有一条 U 型公路，对啊。现在在美国怀俄明州和 Nebraska 州大概中间交界的地方，美国州际的80号公路上，然后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广阔和荒凉的情景，特别的像美国的大西北。对，我对中国的大西北，然后一直也是喜欢，所以美国，然后中部。就在我穿越 Nebraska 州，我竟然遇到了一次美国警察拦车举枪上手铐。这张 Violation Warning Form 就是我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被一位美国警察拦车举枪上手铐之后，最后拿到的警告单。整个事情的全过程，我在美国环美自驾的途中呢，对于超速并不在意，我习惯性保持超速5迈左右，可以理解在国内差不多是10公里每小时。当天我在内布拉斯加州一日穿越，黑色的警车呢出现在我的后方，并且开始闪烁警灯，但是没有鸣笛。我刚开始认为他可能想要超车，而且我自信我仅仅超速5迈是不会被处罚的，所以我让开快速车道给他，但是我没有停车。之后呢，我发现他继续跟着我，而且保持闪烁警灯。大概1分钟之后，然后我没明白，所以我没停，他就加速到了我的左侧，用手势去逼停了我。我才明白我真的要被判罚了。
可是呢，这位美国警察非常小心。当我和他同时应急停车后，他立刻下车，然后用车门护住了自己，并且举起了自己的手枪，去命令我慢慢下车，然后靠着车辆。之后他移动到我的身后，用手铐铐住了我。他开始搜索我的身上没有武器，并且进一步检查了我的车内也没有武器。就很好的是，与此同时，第二辆警车，第二位美国警察也到达了。当他们拿到我的护照，并且询问了我的旅行目的之后呢，第二位美国警察就解开了我的手铐，交由第一位警察继续去完成对我的一个处罚的流程。事情从这里开始就很简单了，我只需要去解释我没有理解他闪烁警灯时我需要停车，他就明白了我不是在对抗他。然后他后续遵循了一些简单的流程，询问了我的个人信息，然后询问了车辆的信息，然后只开了一张警告单，但是没有罚款。我在最后离开之前也再次的道歉，并且感谢他没有罚款。这里插一句呢，我在国内偶尔遇到了警车闪烁警灯，然后也是如此行动的。我只是让开了快速车道，之后警车就走了，没有被拦停警告过，所以其实是真的没有意识到，然后这一个法律上的差异。我做错的呢，肯定第一点就是我超速了，第二点就是我没有及时停车。我觉得我做对的就是我能够确信我没有很严重的犯罪。所以我只要配合所有的指示，就绝对不会有真正的危险。而且我在全过程中也很耐心的在解释我的原因，没有给这位警察感受到我有情绪反抗。就对美国枪支的认识可以由此加深啊。美国的宪法规定公民允许持有武器保护自己，尽管这条法律存在很大的争议和解释空间，但是的确在美国是可以合法买到枪支的。那在合法之外，很多的枪支也就进入了非法流通的一个市场，造成美国的危险情况是严重到可以威胁到生命安全的。你对美国警察，你由此可以认知到他们的执法非常的小心，虽然他们有执法权和专业的训练，但是他没有一个压倒性的武力。那我们在美国遇到警察，其实应该要做到一个完全的配合，不要有哪怕情绪反抗去引起他的怀疑，尽量避免他出于自卫的目的然后去举枪，就更别说后面可能更严重的误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那友情提示就是像我一样间隔年环美长时间的旅行，一定要去避开危险区域和危险的时段，因为美国枪支的影响它是有延展性的，你只有完全的不进入那些危险的一个可能性中，你才能很放心很自由的环游美国。举个例子，你在美国的所有的国家公园，你会发现大家都很松弛，可是你在美国的几个大城市的危险区域，你发现每个路人都很紧张，这个对你来说你也会不自觉的然后变得很警惕。Gap Year 继续上路，不再超速。美国的东西海岸为世界所熟悉，可是美国中部平原却是我也未曾听闻过的土地。Wyoming 等等内陆州人口数量少，让我反而能看到空旷自由的北美洲大陆原貌。我的环美国自驾露营中更喜欢这种安静的行程，没有这个最大移民国家的人文的冲击或混乱，反而在每个与人碰面时仅仅微笑示意的瞬间得到了我每天继续坚持的力量。间隔年的旅行在美国也才刚刚上路，而我已经知道这段睡在车上吃在路上而心无处不在的日子会成为我人生无法忘怀的自由公历。听听歌，看一看下一刻未知的风景，横穿美国的80号洲际公路。这条公路不在任何的旅游攻略上，可是在这条公路上我看到的所有动漫中的场景，真的就是免费的却是最好的。其实我花费了很大的力气，
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才能跨越来到地球的另一端。因此也很感谢自己的勇敢，也很感谢这个世界此刻所拥有的和平的环境，让我的人生能够拥有这一段无法抹去的记忆。几天的时间横穿美国北部，我即将到达芝加哥，将会去看到这个以美国建筑奇迹而闻名的城市。有一个在沃尔玛超市旁停车柜的日子，又可以羡慕别人的大房车。环美国自驾一个非常重要的攻略就是寻找在城市或小镇周边的停车点，而沃尔玛是大家最多的推荐哦。无论你有一辆多好的房车，或者和我一样只有一辆普通的 SUV 或者是骑行，沃尔玛都可以是你的选择。这里就是美国的芝加哥了，以建筑而闻名的工业城市，在五大湖旁边站着，我终于结束了美国北部的横穿之旅，即将开启西海岸了。芝加哥我已经到了，纽约也不远了。